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 Jess，欢迎来到 Money Dog Eric 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家公司既神秘又备受争议，它的客户涵盖国防部、情报机构、华尔街大行，还号称是 AI 军火库。它就是 Palantir Technologies，股票代码 PLTR。你可能在新闻里听过它的名字，有人说它是政府的秘密武器，有人说它是数据驱动的未来平台。不管是哪种说法，有一个共识点是，这家公司从来不走寻常路。那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 Palantir 彻底拆开，它到底靠什么赚钱？为什么股价能翻几倍？未来是机会还是泡沫？我们一起来看看答案。好，今天的内容会分成几个部分，先看股价表现，看看市场到底是怎么定价 Palantir，再聊公司概况，弄清楚它的背景和使命，接着走进核心产品和营收结构。然后是行业格局，它在竞争对手里处于什么位置？接着讨论它的优势与挑战。最硬核的部分就是基本面的分析。最后我们用多空逻辑来总结收尾。这样走下来，你会对 Palantir 有一个完整但轻松的理解。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Palantir 的股价表现。目前股价是在157.17美元，当天小幅下跌1.01%，大约就是1.6块美金。其实，对一只波动这么大的成长股来说，这点下跌并不算什么，更像是一次正常的调整。日内的波动区间在149.52到158.74美元之间。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天之内上下差了将近10美元，这说明这只股票的活跃度非常高，成交量也达到了8690万股。这背后代表的是大量资金在场内频繁博弈。换句话说，Palantir 是市场里不折不扣的人气股。那么，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长到过去52周，它的走势就更夸张了。最低的时候，股价只有29.31美元，而最高冲到了190美元。你没有听错，这个跨度差不多大约是6倍。这种走势放在大盘里非常罕见。去年在低点敢于买入的投资人，现在可能账面上已经翻了几倍，但如果是在高点追进去，可能到现在还在苦等解套。所以，Palantir 的股价走势本身就已经带有一种过山车的戏剧性，它既能给你巨大的回报，也随时可能来一记下马威。也正是这种张力，让它成为了市场讨论度最高的明星股之一。再看这页图表就更直观了，你可以看到 Palantir 最近一天的走势，盘中震荡非常明显，收盘价是157.17美元，但在盘后交易时段又继续跌到了155.85美元，下跌幅度大概是0.84%，这说明短期市场情绪还是偏谨慎的。当天的高点在158.74美元，低点在149.52美元。日内波动将近10美元，成交量依然维持在8690万股的高水平。通常，成交量这么大的股票意味着市场关注度很高，多空双方都在激烈拉锯。而真正让投资人兴奋的，还是那条52周的股价曲线。从最低29.31美元到最高190美元，Palantir 交出了一份几乎6倍回报的成绩单。这种走势对长期投资人和短线交易者来说，解读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是长期持有者，这种高弹性意味着未来一旦看对方向，收益非常可观。但如果你是短线玩家，它的剧烈波动也可能让你随时被甩下车。一句话总结来说，就是 Palantir 的股价就像它的商业模式一样，带着强烈的两面性。它有机会成为 AI 时代的核心平台，但与此同时，投资它也必须做好心理准备，股价随时可能像过山车一样上下翻飞。在看过 Palantir 的股价走势之后，我们再来深入的聊一聊它的近期亮点和风险。这家公司最近的表现可以说是一半火焰，一半海水。亮点数据亮眼的让人眼花缭乱，但风险因素也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所以，如果你打算投资 Palantir，就一定要两边都看清楚。我们先看亮点。2024年，Palantir 的股价全年上涨了340%，在标普500里几乎无人能敌。2025年，它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动能，上涨了130%。这意味着什么呢？说明它已经从一只小众的政府数据公司变成了华尔街眼里的明星股。在业绩层面上，它也确实交出了漂亮的答卷。第二季度，Palantir 的季度营收首次突破10亿美元，这是公司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中，美国商业收入同比大涨93%，政府收入也增长了53%。换句话说，它已经不只是靠政府单子吃饭，商业客户也在快速跑起来了。同时，
财务指标也同样漂亮，连续8个季度营收增速。2025年总收入预计在41.42到41.50亿美元之间，尤其是 Rule of 40指标达到了94分，几乎是 SaaS 公司里的顶级水平。这代表它不仅增长快，而且盈利质量稳健，不是那种烧钱换规模的模式。不过，股价不可能只涨不跌。在8月12日创下历史新高190美元之后，Palantir 的股价很快回调了15%到17%。这背后有2个原因：一方面是短期获利盘集中出逃，另一方面就是市场对它高估值的担忧。从技术面来看，支撑位大约在148美元，如果跌破，可能会进一步下探到125美元甚至98美元。反弹压力位大约在188美元。RSI 指标已经进入超卖区域，说明短期内可能还会有震荡整理，但也有积极的信号。股价在连续6个交易日下跌后，终于在上周五反弹了1.6%，显示技术面的支撑开始显现。所以从技术角度来看，短期波动依旧剧烈，但整体趋势还没有被破坏。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Palantir 的基本面依旧很稳固，它在 AI 驱动的数据分析领域有独特优势。政府和商业客户需求双轮驱动，这让它在行业里有一定的护城河。财务数据也能说明问题，连续8个季度收入加速 ，Rule of 40维持在94分，说明它的增长和盈利都平衡得不错。所以，有些分析师认为，这次17%的回调其实是理性降温，给长期投资者提供了更好的上车机会。毕竟，公司还保持着48%的收入增长，即使估值高企，但风险已经从峰值回到相对合理的区间。分析师的意见比较分化，平均评级是持有，12个月目标价大约为137美元，比现价低12%到13%。所以从长期来看，Palantir 依旧是一只值得关注的硬核科技股，只是你要忍得住它的波动。在聊市场风险之前，我们得先看一看 Palantir 自身内部存在的2个大问题，一个是高估值，另一个是内部动作。这2个因素往往会直接左右投资人的信心。我们先说高估值，Palantir 目前的前瞻市盈率高达800倍，市销率也超过108倍。这是什么概念？我们做一个对比，传统大型科技公司，比如微软、谷歌，它们的市盈率大约在20到30倍区间。即使是成长性更高的云计算公司，比如 Snowflake、Datadog， 估值也远没有 Palantir 这么离谱。所以800倍的市盈率意味着市场对 Palantir 的预期几乎拉满，它必须交出持续高速增长的成绩单，才能对得起这样的定价。但如果哪怕1个季度增长放缓，股价就可能面临剧烈的修正。这也让 Palantir 成为了对市场情绪极度敏感的股票。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只高贝塔股票。市场情绪好，它可能比别人涨得更快；市场情绪差，它也可能比别人跌得更狠。这种特性决定了，投资 Palantir 既可能享受巨大的上涨红利，也要承受随时可能带来的大幅波动。它就像一辆赛车，速度惊人，但你必须系好安全带。除了估值，还有内部风险。就在上周 ，CEO Alex Karp 抛售了大约6000万美元的公司股票，官方解释是，这是为了支付税费，他依然持有核心股份，没有大幅减持。从理性的角度看，这种操作其实很常见，很多科技公司高管都会这么做。但是市场的解读未必这么宽容。对投资人来说，高管减持往往会被视为一个信号，是不是公司自己也觉得股价涨得太高了？是不是在当前价位上已经看不到太多继续上涨的空间？哪怕这些猜测未必准确，但这种消息本身就足以引发市场波动。毕竟，管理层的动作往往会被放大解读，投资人会觉得，如果 CEO 都在卖股票，那我是不是也更应该谨慎一点？更关键的是，Palantir 本身已经处在一个极高的估值水平，市场对它的信心本来就很脆弱。一旦叠加高管减持的消息，股价就很容易被情绪面影响，哪怕基本面没有任何变化。好，刚刚我们讲过 Palantir 自身的高估值和内部风险，但其实比这些更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于整个市场环境。你可以理解为，即使 Palantir 自己跑得再好，一旦大环境出问题，它也很难独善其身。接下来我们从4个角度来看看。首先是 AI 市场的泡沫风险。过去2年，AI 是资本市场上最火的主题，从大模型到算力，再到各种 AI 应用，几乎所有公司都在讲 AI 的故事。
Palantir 也正是因为 AI 平台 AIP 的推出，才让股价一路狂飙。但问题在于，这种热潮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很多投资人担心 AI 市场的繁荣中夹杂着太多投机和炒作的成分。我们看到不少公司只要蹭上 AI 的概念，股价就能大涨，哪怕是它的产品还没有真正商业化。对于 Palantir 来说，这种市场环境既是机会也是风险。机会在于大家对 AI 充满期待，愿意提前买单；风险在于，如果市场认定 AI 泡沫过大，情绪反转，Palantir 可能会比别人跌得更快，因为它的估值太高了。泡沫一旦被戳破，它就首当其冲。第二个风险点来自行业内权威的质疑，比如 OpenAI 的 CEO 就公开讲过，很多企业现在投入了大量资金去做 AI，但短期内这些投资可能看不到真正的经济回报。也就是说，企业花了钱，但没办法立刻赚到钱。MIT 的一些研究报告也指出，当前 AI 的发展虽然热闹，但落实到实际业务上，很多项目的投资回报率都不高。换句话说，AI 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兑现商业价值。这些声音为什么重要？因为它们会影响市场预期。如果连 AI 行业的核心玩家和学术机构都在提醒别高估短期效果，那么投资人很可能会收紧钱包，不再给 Palantir 这样的 AI 股那么高的溢价。所以从这个角度，Palantir 的风险不仅仅是财务数字，而是整个 AI 叙事能不能继续撑住。那第三个市场风险是宏观环境。眼下，投资人都在密切关注两个关键词：如果通胀数据居高不下，美联储可能会继续维持高利率，甚至释放更强硬的缩紧信号。这对股市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是流动性收紧，钱变得更贵，风险偏好下降，而高估值的科技股往往是第一个受到冲击的。回到 Palantir 身上，它的估值水平本来就已经很高了，一旦市场整体流动性不足，投资人更愿意选择低风险的资产，比如债券、蓝筹股，那么 Palantir 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标的就会被抛售。所以说，Palantir 不仅要和同行竞争，还要和宏观环境赛跑。它需要在利率高企的背景下继续交出漂亮的业绩，才能稳住市场信心。最后是市场整体的回调风险。在股价高位的时候，市场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很多投资人手里已经有了不小的账面收益，一旦风吹草动，就可能选择套现离场。这种获利了结的行为很容易引发连锁效应。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踩踏效应，有人开始卖，股价跌一点，看到下跌，更多人跟着买，结果价格越跌越快，最终形成一波不小的调整。对于 Palantir 来说，这种风险更大，因为它的成交量很高，市场热度很高，资金进出特别频繁。当市场顺风时，它涨得比别人快，但当市场逆风时，它跌得也比别人狠。这就是所谓的高贝塔股票，波动放大，机会和风险同样被放大。最后，我们用短期、中期、长期三个角度来给 Palantir 做一个总结。短期来看，股价已经从历史高点回调了15%到17%，技术支撑位大概在$148。如果这个位置再被跌破，下一步可能会去测试$125甚至$98。所以，短期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投资人需要紧盯技术面。中期来看，公司本身的基本面依旧健康，业绩表现亮眼，营收和盈利都在持续上升。像 Rule of 40这样的关键指标维持在高位，说明增长和盈利的平衡做得不错。虽然估值偏高，但中期逻辑没有问题。换句话说，风险是存在的，但支撑点也很明确。长期来看，如果你看好 AI 赛道以及 Palantir 在政府和商业平台上的战略地位，那么现在的调整可能反而是一个逢低布局的机会。当然，长期持有者也需要注意宏观经济波动和政策变化的风险。因为这些大环境的因素可能会在未来影响它的估值，所以总体上可以这样理解：短期有波动压力，中期基本面稳健，长期依旧是具备 AI 龙头的想象空间。在我们正式进入公司概况和基本面之前，先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如果是你，会把 Palantir 看作是一个值得长期持有的科技核心资产，还是会更担心它的高估值和风险？那么我们先带着这个问题接着往下听。那我们先从公司概况说起。Palantir 成立于2003年，总部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丹佛。虽然不是在硅谷，但它的基因里有着非常典型的硅谷味道，因为它的创始人团队非常传奇。创始人里有几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彼得·蒂尔，大家熟悉的 PayPal 联合创始人，也是 Facebook 的早期投资人；
斯蒂芬·科恩和乔·朗斯戴尔都是技术背景极强的创业者，还有现任的 CEO 亚历克斯·卡普，他是这家公司的灵魂人物。简单来说 ，Palantir 的创始阵容就是资本大佬加技术天才加理想主义者的组合。从一开始，他就不是要做社交或者电商，而是奔着解决国家安全、政府情报这种硬核任务去的。那 Palantir 到底靠什么赚钱？核心就是它的一整套数据平台。第一个是 Gotham， 这是为政府和情报机构量身打造的实时数据融合与分析工具。常见的应用包括反恐、执法、军事行动，甚至疫情应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把分散在各个部门、各个数据库里的信息都整合到一个系统里，帮助决策者快速找到线索。第二个是 Foundry， 这是面向商业客户的企业级数据平台。它能帮助企业整合数据、建立模型、做运营分析，应用范围很广，金融、航空制造、能源、食品都能用得上。比如，摩根士丹利用它做金融分析，空客用它做制造优化。第三个是 Apollo， 这是它的软件基础设施，支持跨平台部署。简单说，就是让 Gotham 和 Foundry 能够更灵活的交付和扩展，保证系统在不同环境里都能顺畅运行。最后是最近几年最受关注的 AIP， 也就是 AI Platform。这是 Palantir 推出的 AI 平台，把大型语言模型集成到安全的私有环境中，支持军事和商业应用。最大的特点是，它强调人类监督，禁止 AI 自主执行关键任务。这也是 Palantir 在 AI 安全和 AI 落地上最突出的卖点之一。那么是谁在用 Palantir 的产品？客户群体可以分成3类。第一类是公关部门，它的核心客户包括美国国防部、情报部门、卫生机构像 CDC、NIH， 以及国际政府和执法组织。这些客户会用 Palantir 来做反恐、疫情应对、国家安全等任务，甚至在俄乌冲突中 ，Palantir 的工具也被用在情报分析和军事部署里。第二类是商业客户，这类客户覆盖银行、制造、航空、食品等行业，比如摩根士丹利会用它来做金融数据分析，空客 Airbus 会用它优化供应链和生产流程。可以说，只要是数据驱动的行业 ，Palantir 都能插上一脚。第三类是全球扩展，除了美国 ，Palantir 在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布局。它和北约、乌克兰政府都有合作，也进入了欧洲、中东和亚洲市场。这说明它的野心不只是美国，而是要做全球政府和企业的数据大脑。所以 Palantir 的客户群体就是政府靠它保安全，企业靠它提效率，这2条腿走路，让它在市场上有了独特的定位。聊完产品和客户，我们再来说说 Palantir 的企业文化和运营方式。Palantir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强调快速部署和贴身协作。在很多软件公司里，卖软件就是卖软件，交付给客户用就行了。但是 Palantir 不一样，它会派出一支叫做 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s 的团队，简称是 FDES， 翻译过来就是前线部署工程师。这些工程师不是坐在总部写代码，而是深入到客户现场，和政府、军方、企业客户近距离合作，帮他们把平台真正落地。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 Palantir 的软件并不是通用型的，它需要根据每个客户的数据环境和业务需求去定制化。只有前线部署工程师跟客户天天坐在一起，才能确保系统跑得顺畅，发挥作用。这种模式让 Palantir 的客户粘性极强，它的商业模式很重，不像其他 SaaS 公司那么轻量化。再看它的内部文化 ，Palantir 的文化有很强的军事色彩，他们喜欢用作战语言去描述工作，比如说任务、前线、部署这些词。这种文化一方面强化了他在政府和军工客户中的形象，显得专业可靠，但另一方面也让外界觉得他有点神秘甚至冷酷。其实 Palantir 的产品本质上还是一个辅助性工具，它帮助客户整合数据、分析情报，但并不具备自主行动的能力。它不会替客户做决定，而是提供信息和可视化，帮助人去做决定。不过，因为这种军事化的包装，外界常常误以为 Palantir 是黑科技，甚至是武器系统。Palantir 之所以经常出现在新闻里，不光是因为它的技术和股价，还因为它一直伴随着很多争议。第一个争议就是隐私与监控的担忧，因为 Palantir 服务的客户很多都是执法机构和情报部门，它的工具常常被用在反恐、执法、移民管控等场景里。这让一些人担心 Palantir 会不会成为一种监控工具，侵犯公民的隐私。
比如，过去他曾被批评参与过疾病监控和移民项目，被质疑对普通人的隐私权构成威胁。这种担忧让他在公众中有一种冷冰冰的大数据巨兽的形象。第二个争议是员工批评和伦理困境。Palantir 的内部员工和前员工中，有不少人公开质疑公司在一些政府项目中的角色，比如参与移民政策的执行，引发了外界对他的道德定位的讨论。支持者会说，Palantir 只是提供工具，怎么用是政府的事儿。但反对者会说，既然你明知道它可能伤害到一部分人，那你就有道德责任。这种伦理争议让 Palantir 在硅谷科技圈里显得有点异类。第三个是高估值风险，虽然股价大涨过，但市场上一直有声音认为它的估值偏高，甚至带有泡沫。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机构对 Palantir 的评级比较谨慎，更多是中性，而不是一边倒的看多。所以可以看到，Palantir 不仅仅是一家软件公司，它同时也是一个公共话题。它的争议来源于它和政府的深度绑定，也来源于它对社会议题的介入。这家公司的一举一动都会在媒体、学界、政界引发讨论。讲完 Palantir 的公司概况、产品和客户，现在我们进入投资人最关心的部分——基本面。毕竟股价的涨跌最后还是要回到财报、收入有没有增长、利润是不是稳健、现金流和资产情况如何。先来说收入，2024年 Palantir 实现了28.66亿美元的总营收，相比2023年的22.25亿增长了28%。这在大数据和 SaaS 公司里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增速。更关键的是，到了2025年第二季度，它的单季营收首次突破10亿美元，同比增幅48%。对一家已经在市场站稳脚跟的公司来说，这样的增速说明它的商业化还在加速跑。特别是 AI 平台 AIP 的落地，让客户的需求迅速释放出来。也正因为这个强劲表现，公司把全年营收指引上调到41.4到41.5亿美元，给投资人吃力磕定心丸。再来看利润，第二季度净利润3.27亿美元，同比飙升144%。这个数字说明 Palantir 不只是增长快，还能赚钱。按 GAAP 口径，它的营业利润率是2.69亿美元，对应的营业利润率大概是27%。换句话说，每赚1美元的收入就能留下0.27美元的营业利润。对比很多还在亏损的 SaaS 公司，这就是它的护城河之一。更难得的是，它的利润质量非常高，超过一半的收入能直接转化为自由现金流，而不是账面游戏，是真金白银进账。根据 CSI Market 的统计，第二季度 Palantir 的运营利润率提升到26.86%，净利润率更是高达32.77%。这个水平在整个软件行业里都算是很亮眼的。接下来看看资产和现金流，这是判断公司健康度的关键。首先是毛利润，从2022年第三季度的3.703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第二季度的8.108亿美元，3年不到就翻倍。这说明它不光在扩张，而且赚钱效率也在变强。第二是现金储备，Palantir 手里有大约60亿美元的现金和短期投资，这意味着公司在任何突发情况下都有足够的子弹来应对。比如，2025年第二季度的现金储备是5.39亿美元，运营现金流依然强劲。简单来说，它不缺钱，而且有余力继续扩张。第三是投资与支出，Palantir 的投资支出确实不小。2025年第二季度净投资现金流流出6.17亿美元，而在第一季度这个数字更大，高达13.9亿美元。听上去钱花得猛，但这不是坏事儿，因为这些钱主要投在研发、市场拓展和基础设施上，是战略性投入。对一家 AI 驱动的大数据公司来说，这正是以未来换现在的打法。整体来看， Palantir 的财务结构比较稳健，毛利率高，盈利能力强，现金储备厚实，没有资金链的压力。投资支出虽然大，但方向清晰，是为了长期增长。所以说 Palantir 不只是有钱，还敢花钱，而且花得比较聪明。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盈利能力。Palantir 的资产回报率是10.36%，比同业公司高出87%。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它用每1块钱的资产能赚到的回报比87%的竞争对手都要高，说明资产利用效率很强。再看股东权益回报率 ROE 12.87%，同样超过了79%的同行。这对股东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 ROE 越高，说明股东的资本被利用得越有效率。从整体盈利能力评分来看，如果满分是100分， Palantir 能拿到62分，算是健康水平。毛利率大约为80%，这对软件公司来说属于非常高的水平了。
再看看债偿能力，如果满分为100分，它的得分是81分，代表短期和长期的债偿能力都比较强，负债率低，财务结构稳健。如果我们用 Ultimate Z-score 这个衡量破产风险的指标来看， Palantir 的分数也在高位，这意味着它距离财务危机很远。最后对比一下行业，软件行业平均 ROIC 只有 7%， 而 Palantir 的是 7.17%， 超过了 77% 的同行。整体上 Palantir 是一家资产回报高、股东回报高、财务风险低的公司。所以说它的基本盘很稳，它不只是会讲故事，而是有一套扎实的财务安全垫。那么问题来了， Palantir 的估值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来看一个数字，它的前瞻市盈率高达690倍，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公司利润不再增长，那投资人就要等690年才能把投资收回来。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计算，但是能看出市场对它的增长预期有多夸张。我们再来看企业价值对未来12个月营收的比率， Palantir 是78倍。这个数字对比一下， Cloudflare 是26倍， CrowdStrike 是22倍， Palantir 几乎是他们的3倍。换句话说，市场给 Palantir 的定价是顶格溢价，投资人几乎是把它当成 AI 领域的必选股在压住。这带来的问题是，一旦未来的业绩增速低于预期，股价的波动可能会非常剧烈。估值高就像是站在悬崖边看风景，视野最好，但是风险也最大。所以说 Palantir 的估值处在极高水平，是吸引力和风险并存的双刃剑。我们下面再来看一看它的增长动能。最重要的一点是 AI 和政府需求的双重推动。2025年 Palantir 的营收增长主要来自 Foundry 和 AIP 的结合，商业客户在用它做数据集成分析，而政府客户则把它当成战略工具。有传闻说，美国陆军可能会给 Palantir 一份价值10亿美元的大合同，如果落地，对业绩就是巨大的加分。第二个动能是广泛的商业客户基础，它的客户不只是政府，商业端也覆盖了航空、医疗、金融机构等。美国商业营收在过去一个季度的增长高达 93%， 说明 Palantir 已经不只是政府单一依赖，而是逐渐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这种政府背书加商业扩张的组合，对投资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政府合同保证稳定性，商业客户保证成长性。所以 Palantir 的增长动能来自2个方面， AI 热潮带来的商业爆发，以及政府订单带来的稳定现金流。它既有想象空间，又有安全垫。前面我们聊了 Palantir 的财务表现，现在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它的地域上的收入分布。这个部分特别重要，因为一家全球化软件公司的增长动力往往来自不同市场的拉动。那么 Palantir 的钱主要从哪儿来？美国、英国还是其他地区？我们就先从2024年的年度数据开始看起。2024年 Palantir 的营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2/3来自美国。具体数字，美国市场占比 66%， 折算下来大概是19亿美元，英国贡献了 10.6%， 大概3亿美元，而其他所有地区加起来是 23.1%， 大概是 6.6亿美元。总的营收规模落在 28.7 到29亿美元之间。对比2023年，美国市场的占比是 62%， 也就是说，过去1年美国的重要性还在提升。这其实反映了一个趋势， Palantir 在美国商业客户端的增长比国际市场要快得多。我们再结合它的业务背景来看，美国本土市场对 AI 对数据平台的接受度本来就高，再加上 Palantir 和政府部门的长期合作，美国市场天然是它的基本盘。同时，随着 AIP 平台的推广，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开始把它用到数据到生产的环节，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增长。所以从年度数据看下来， Palantir 在2024年是一个强美国、本土化非常明显的公司，而这也埋下了后面的一个问题，它的国际化还远远没有到位。如果我们把时间缩小到单季度，会发现趋势更加明显。2025年第2季度 Palantir 的总营收是 10.04 亿美元，其中美国收入 7.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68%， 美国单季度的收入占比直接上升到 73%， 比2024年全年的 66% 又往上走了一大截。拆开来看，美国商业收入是 3.06 亿美元，同比大涨 93%， 美国政府收入是 4.26 亿美元，同比增长 53%。 可以说，美国商业端是增长最快的引擎，而政府端则是稳定的压舱石。这说明什么？说明 Palantir 的增长几乎完全由美国市场带动。国际市场的数据在这一季没有完全披露，但推算下来大概只有 2.71 亿美元左右，
占比不到1/3。所以这一页我们看到的重点是 Palantir 的美国化趋势在加速，美国市场已经不仅是基本盘，而是驱动整体增长的核心动力。而国际市场的存在感相比之下就显得弱很多。那问题来了，为什么美国增长这么快，而国际市场还在爬坡？第一个原因是 AIP 在美国商业端的落地更快，美国企业在 AI 应用上的采纳非常积极，很多企业已经不只是试点，而是真正把 AI 接入生产环节，这就带动了 Palantir 的商业收入大幅跑赢，同比增长93%。第二个原因是海外规模化还在启动，Palantir 自己在财报里也承认，海外销售组织的建设效率有限，这包括招聘、管理以及本地团队和总部团队的磨合，都让国际市场的推进速度慢于美国。换句话说，美国已经在跑步，而海外还在热身。从数据看，2024财年，美国和海外的比率大约是66%对34%，到了2025年第二季度，变成了73%对27%，差距在进一步拉大。未来的看点就是在这里。如果 Palantir 能解决海外组织效率的问题，把 AIP 的规模化落地推广到国际市场，非美国收入就有望迎头赶上。但在短期内，美国依然是绝对的增长引擎。所以 Palantir 的增长故事核心在美国，国际化是潜力，但是还需要时间来兑现。刚刚我们从基本面的角度看了 Palantir 的营收增长、盈利能力，还有区域结构。整体来说，它的表现确实很亮眼，但是光看自己还不够，投资永远是个比较的游戏。同样是做数据、AI、云计算的平台， Palantir 跟 Snowflake、Datadog、MongoDB 甚至 Cloudflare 这些热门公司相比，它的估值、体量和员工规模到底处在什么位置？还有和 Leidos 这种传统政府 IT 承包商比，又会有什么差异？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同业对比，看看 Palantir 在同行里到底是强势领跑，还是被高估的故事股。我们先来看第一组数据，也就是 Palantir 和同行在市值、企业价值还有员工规模上的对比。从表格里一眼就能看到 Palantir 的市值大概在3816亿美金，企业价值差不多在3758亿美金。这个体量已经远远甩开了绝大部分同行，比如 Snowflake、Datadog、MongoDB 这些公司的市值通常大约在几十亿到60-70亿之间。换句话说， Palantir 在资本市场的定价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量级。有意思的是，员工数方面 Palantir 只有不到4000人，而 Snowflake 有7-8千， Datadog 6500， MongoDB 5500，甚至 Leidos 这种传统 IT 承包商员工数高达4.8万人。这就体现出 Palantir 的特点，它走的是小而精路线，用更少的员工支撑更高的市值和企业价值。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它的估值背后，市场给了非常高的预期溢价，因为从人均产出角度， Palantir 的估值效率是极其夸张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印象， Palantir 的定位和传统 IT 厂商，甚至和其他数据公司平台都不在一个量级上，它更像是 AI 加政府加商业大客户的复合体，资本市场用一个超级高的估值去压住它的未来。那么我们再来看为什么要选 Snowflake、Datadog、MongoDB、Cloudflare 还有 C3.ai 这些公司来对比。原因其实很清楚，这些公司和 Palantir 一样，都属于 AI 或数据平台或 IT 基础设施赛道。比如 Snowflake， 它和 Palantir 一样，主打的就是数据平台，把企业数据存储、调用、分析做成一整套。MongoDB 是数据库层， Dataflare 则是云安全和边缘计算， C3.ai 更典型，是 AI 原生的客户增长。这些公司和 Palantir 的商业模式也挺像，都是订阅制，基于使用量收费，所以放在一起对比，更能看出谁更能变现，谁的增长更稳。另外，我们还特别拉了一个 Leidos， 它和前面这些不一样，它是传统的政府或国防 IT 承包商，员工数多，现金流稳健。为什么放在一起？因为 Palantir 既像 Snowflake 那样的平台公司，但它也有很强的政府属性，很多收入来自政府合同，所以 Leidos 就像是一个对照组，代表了低速稳健、偏重政府合同的路线。我们把镜头转向股价，从股价的绝对水平来看， Palantir 现在大概是157美元，它的身边几个竞争对手 Snowflake 接近195美元， Cloudflare 196美元， MongoDB 更高，达到218美元，而 Datadog 是128美元， Leidos 182美元，最小的是 C3.ai 只有17美元。那这里要注意，
股价本身的高低其实并不能说明一家公司的便宜或昂贵，真正要看的是股价背后的估值，也就是市盈率、市销率这些指标。但从另一个角度，股价也能体现出市场对公司规模和稳定性的定价。比如 MongoDB 股价高，但它的市值和 Palantir 比起来还是小很多。C3到 AI 股价低，但它体量也远小于前几家。所以 Palantir 的$157放在这个区间里属于中等偏上。结合前面市值和员工数的对比，你就能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Palantir 的股价虽然不是最高的，但它的市值是最大的。这就意味着市场把它看作是一个未来 AI 基础设施级别的龙头公司，而不是普通的软件厂商。所以说 Palantir 的定价逻辑已经和传统 IT 厂商完全不一样了。投资人是在用平台和 AI 龙头的预期去给它估值，而不是简单的按收入规模或者员工数来计算了。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对比了 Palantir 和它的主要同行在最近披露季度里的营收同比增长率。最醒目的就是 Palantir， 增长接近 48%， 是所有公司里面表现最强的。也就是说，哪怕是在 AI 概念炒得这么热的背景下， Palantir 依然是少数把故事落地成实际营收增长的公司。再往下看，像 Snowflake 和 Datadog， 增长大概在 25%到 28% 之间，这个水平其实已经算不错，但和 Palantir 的 48% 就显得差一大截。MongoDB 只有 20%， 相对放缓，而 Leidos 增速几乎停滞，只有 3% 左右。C3到 AI 表面上有 25% 的增长，但考虑到它的基数非常小，放到整个对比中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所以 Palantir 在营收增长上暂时领先一个身位，但问题是这样的高增速能不能持续，就是市场最关心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张图，这里比较的是过去12个月，也就是 TTM 的净利润。很明显 Leidos 的利率上是最稳定的，净利润大概是14亿美元，远远高于其他几家。这也是为什么 Leidos 在估值上显得相对便宜，因为它是一家典型的现金奶牛型公司。再来看 Palantir， 过去12个月净利润大概 7.5亿美元，算是唯一一家兼顾了高速增长和稳定利润的 AI 数据平台公司。相比之下 Snowflake 还在大幅亏损，亏损规模接近14亿美元，说明虽然它在增长，但盈利模式还没有跑通。Datadog 和 Cloudflare 盈利比较单薄，基本是小幅盈利或者刚刚转正，而 MongoDB 和 C3到 AI 依旧是亏损状态。这里的对比就很清楚了， Palantir 是少数真正能赚钱的 AI 概念股，这也是为什么资本市场给它溢价的原因之一。第三张图看的是 EV over Revenue， 也就是企业价值和收入的倍数估值。这个图里 Palantir 的数字高的吓人，超过100倍。大家可以理解成市场给 Palantir 一个超级成长股的定位，认为它未来的增长潜力能撑得起今天的高估值。相比之下 Snowflake 大概17倍， Datadog 14倍， Cloudflare 27倍。这些虽然也偏高，但跟 Palantir 的100多倍比起来还是温和很多。至于 Leidos 只有2到3倍，这说明它是一家很成熟的传统型企业，增长慢，现金流稳定，所以估值很低。所以这张图背后的含义就是，市场对 Palantir 的预期拉得非常高，只要它的业绩哪怕有一点点不达预期，股价就有可能面临比较大的波动。接下来我们看负债，这里的对比很有意思。Palantir 的总负债只有 2.7 亿美元左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换句话说 ，Palantir 几乎是零负债，这给它提供了非常大的财务灵活性。对比一下 ，Snowflake 的负债大概在27亿美元，Datadog 在13亿美元，Cloudflare 在35亿美元，而 Leidos 高达51亿美元。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趋势，越是传统资本密集型的企业，负债越高。越是新型 SaaS 或者是 AI 平台类公司，负债就相对可控。Palantir 的优势就是轻资产、低负债、现金储备充足，这让它在面对市场波动或宏观风险的时候更有抵御能力。最后我们来做一个小结，把几家公司放在一起对比。Palantir 是高速增长加稳定盈利，现金和负债结构都健康，但估值很高，风险是高预期。而 Snowflake 营收增速放缓，还在亏损阶段，估值和增长的匹配要打一个问号。Datadog 中速增长，小幅盈利，现金流还不错，但依赖单一客户的风险需要注意。MongoDB 大概是 20% 的增速，但依然亏损，市场对它的耐心可能有限。Cloudflare 增速接近 28%， 但 GAAP 还在亏损，估值也不算便宜。Leidos 低增长，但利润稳，现金流强，是典型的防御型资产。C3到 AI 增长 25%，
但依然大幅亏损，规模太小，市场关注度相对有限。所以 Palantir 目前在同行业对比里兼具了成长性和盈利能力的稀缺性，但同时它的估值也远远高于同行。接下来我们来看华尔街顶级机构 Wedbush 对 Palantir 的最新评级。如果满分为100分， Wedbush 给了 Palantir 一个87分的高分，评级是跑赢大盘。简单来说，在他们眼里 Palantir 不仅基本面健康，而且在同类股票里具备更强的成长性。那为什么 Wedbush 这么乐观？主要原因是 Palantir 在 AI 政府合同和商业客户扩张上的双引擎驱动，尤其是 AIP 平台，在美国商业客户落地非常快，带动了收入的大幅提升。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尽管评级高分，但并不是说明没有风险。Palantir 的高估值依旧摆在那里，市场如果对 AI 的热情降温，这样的高分可能就会受到挑战。所以 Wedbush 给了 Palantir 高分评级。接下来我们看看分析师们的目标价分布，平均目标价在$151，最高可以到$200，最低只有$45，而现在的股价是$157左右。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按照平均目标价，现价其实已经比共识高了3.9%，但如果乐观预期兑现，股价仍有超过27%的上涨空间。反过来说，如果悲观情况出现，最糟可能有70%以上的下跌空间。这背后反映的是市场分歧。有人认为 Palantir 是长期的 AI 龙头，愿意给到$200的估值，但也有人担心它过度依赖政府订单，成长性不足，把目标价压到了$45。从这一页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看到这两个信号。第一，市场的乐观情绪比分析师更激进，投资人愿意为 AI 的故事先行买单。第二，也意味着如果未来的业绩没有继续超预期，股价可能会面临分析师下调的压力。所以市场和分析师的态度存在差距，投资人要考虑股价是否已经提前透支了乐观预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析师推荐的分布情况。从5月到8月，只有强烈买入的人只有4位，普通的买入也只有4位，反而大多数分析师给的是持有和卖出，加起来超过30个。这说明什么？说明虽然市场很兴奋，但分析师整体偏保守。更多人认为 Palantir 的估值太高，风险和回报并不对称。所以尽管市场热情很高，但华尔街主流机构依旧非常的谨慎，更多分析师选择观望甚至偏空。我们再来看看最新的评级动态。高盛最近把目标价从$90上调到$141，但评级依旧是 neutral， 也就是中性，并没有给出买入。为什么？因为虽然 Palantir 的业绩和合同增长确实不错，但高盛认为估值依然太贵，不足以支撑强烈买入的逻辑。他们的结论很清晰，基本面认可是有的，但估值保守是态度。所以说，高盛上调目标价，承认公司表现优秀，但依旧没有给出乐观评级，说明大机构对估值还是保守谨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分析师评级总结。从卖方机构的态度来看，整体偏中性，每个月大概有25位分析师在跟踪 Palantir， 其中选择持有的比例最高，并且从5月到8月是逐月增加的，从15个增加到17个。与此同时，选择卖出的分析师数量很少，并且在8月已经下降到只剩3个。这说明大部分机构虽然不愿意给出明确的买入，但也没有大规模看空，更多是保持观望。再看目标价层面，平均目标价大概在$151，而现价是$157，也就是比共识高了3.9%。这说明估值压力依然存在。不过在乐观的场景下，最高目标价可以达到$200，意味着仍有27%的上行空间。但是悲观的场景下，最低目标价只有$45，对应的下行风险超过70%。这其实反映了市场对 Palantir 的分歧非常大，有人看它是长期 AI 龙头，也有人担心它是高估值故事股。最后我们看最新的高盛报告，他们认可 Palantir 的基本面上的改善，比如合同增长和盈利能力的提升，但即便如此，高盛仍然对估值保持谨慎。他们认为在自己的模型里，股价还是偏贵，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投资它必须做好面对大幅波动的准备。前面我们看完了分析师评级和目标价，可以发现市场对 Palantir 的分歧依旧很大。那么接下来我们不妨从更底层的逻辑出发，来看看多头和空头双方分别是怎么构建观点的。我们先来看多头逻辑。Palantir 的核心优势在于 AIP 和 Foundry 的护城河，它能把数据处理、工作流、决策和执行做成一个完整闭环，无论是在政府的高安全环境，还是商业端的私有云、混合云都能落地，替代成本非常高。其次，商业化正在加速，从试点走向规模化模板，老客户不断加大用量，新行业也在扩张。
它的同店提升已经在持续被验证。第三点，盈利质量改善，毛利率业务占比越来越高，费用效率提升，自由现金流和利润率连年改善，公司资产负债表健康，杠杆很低。还有一个重要的支撑是政府合同。国防、情报、公共卫生这些长期周期的合同，不仅带来可见性，还可以通过 FDE 模式深度绑定客户。最后 Palantir 还有可选杠杆，比如 AIP 应用模板、生态伙伴、边缘部署等新业务，一旦跑通就能继续提升利润率。综合来看，多头的逻辑就是护城河深，盈利质量提升，合同可见性强，还有未来潜在的利润率扩张空间。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空头逻辑。第一个问题是估值溢价显著，和云软件同业相比，比如 Snowflake、Datadog、Cloudflare、Palantir 的估值高出数倍甚至十几倍，只要增长一旦放缓，就会面临巨大的估值压力。第二点，收入结构依赖政府订单，预算周期的波动、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都有可能直接冲击业绩。而在商业端，它还要面对云原生工具和同业平台的竞争与替代。第三，可扩展性存疑。FDE 模式虽然粘性强，但标准化和规模化仍在验证。如果客户项目的色彩太重，就难以复制，利润率提升也会受限。第四，监管和舆情风险，涉及隐私、军事用途等伦理争议，一旦爆发，很可能带来合同或品牌层面的冲击。最后就是交易面波动、高管减持、股权激励稀释等事件都有可能放大市场情绪，加剧股价波动。所以空头逻辑的核心就是估值太高，依赖性太强，扩展性存疑，外部风险不容忽视。那么决定多空的胜负手在哪里？第一个就是产品规模化的速度， AIP 能不能快速从试点热度转化为规模化、大规模复用的商业化收入，这直接决定增长的持续性。第二个是利润率和现金流的爬坡，市场在看 Palantir 能不能保持增长的同时，不断抬升利润率和 FCF， 用自身的经营表现来消化高估值。第三个就是政府和商业的结构模式，如果商业端能在保持高毛利的前提下，逐渐成为主要驱动力，就能降低对政府大单的依赖。所以多空双方最终要比拼的就是 Palantir 能不能证明自己不仅有增长，还能有持续的利润率提升。那具体要看什么指标呢？首先是签约和扩张， AIP 和 Foundry 的新客户签约数、大额合同数量以及老客户的追加用量都是关键信号。第二个是部分增速，要特别看商业和政府收入的同比表现，尤其是商业端和行业扩张，比如医疗、金融、制造和能源。第三个是质量指标，经营利润率、自由现金流率、SBC 占收入比例，都直接反映公司经营质量。第四个是合同续签和交付，超大标落地、交付节奏能验证公司在执行上的稳定性。最后是估值面，要持续对比 Palantir 的 EV over Revenue 和 Snowflake、Datadog、Cloudflare 等同业之间的溢价区间，这些指标就是投资人跟踪 Palantir 多空博弈的温度计。接下来就是事件催化与风险。正催化方面，像行业跨模板化成功落地，新的超大合同签订，利润率和自由现金流超预期，回购或稀释缓解，都会带来股价的积极推动。但同时也要看到负催化，比如政府预算延宕或审查，关键客户缩减或流失，毛利率承压，管理层持续减持，或者 AI 投资回报被市场广泛质疑，这些都有可能带来比较大的负面冲击。所以投资 Palantir 既要盯住正向催化，更要警惕随时可能爆发的负向风险。最后我们聊聊投资和交易思路，成长派更要看重长期趋势，会分批布局，盯住增长加利润率的双击逻辑。如果股价因为市场调整回落到共识估值带，可能会再加仓。价值派需要更谨慎，要等待估值回落，或者等待利润率和 CF 稳稳上台阶之后再介入。而节奏派要关注财报、超大合同、目标价调整等事件趋势，做阶段性波动，但会严格风控。总结一下，不同投资派风格对 Palantir 的切入点和关注点完全不同。成长派看趋势，价值派看估值，节奏派看事件。好啦，今天关于 Palantir 的分析就到这里，大家怎么看？你觉得 Palantir 是值得长期持有的 AI 龙头，还是在高估值下存在不小风险的标的？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交流。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收藏并订阅频道。我是代班主播 Jess， 我们下期再见。